好，那么国民党跟民进党是要反绿共啊，说呢这个礼拜六4月26号下午要上凯道啊。我觉得昨天他们会议的最大的共识是民进党也要参加啊。那事实上我相信之前也大概讲的差不多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吴思瑶就说你们搞什么426西阿罗啊啊西阿罗啊，就是死阿路。哦，外省人说呢，你就是大陆人了哈。说你去年4月的时候，傅昆萁才去，现在这个今年4月你们又要去啊？你们什么意思啊？啊？那另外呢，他们说呢，这个说国民党花了每个小时200块征走路工啊，然后呢说造次还要花钱，那国民党就很气哦，说呢这个是工读生啊，因为是厂商的工读生，因为他们有很多厂商音响啊什么搭台工读生。厂商征工读生被他们说是走路工，所以呢，青鸟就学共产党来批斗哦。那所以呢，国民党说为了厂商的工读生叫屈哦，那这个绿策应就说呢，你们拿了走路工啊。那另外呢，民进党呢也传出来说呢，绿营要反串，什么反串呢？在绿营的这个青鸟的这个群组里面呢，听说传出来这个地点。时间426，地点凯达格兰大道，时间下午2点到5点，另外呢5点到8点，然后呢每小时300块，但是不供餐啊。那要什么来呢？号召反共反中的台湾国民，支持救国的同学朋友所以呢，当天的426叫做叛国大游行，你们都来，分成 A 组跟 B 组 ，A 组呢要身穿红色的衣服，拿5星旗，当天发给你啊。然后 B 组呢身穿白衣服，拿个手板，我宁愿统一啊，就假装老共了或支持老共的了哈。然后 C 组呢穿黑衣，6点开始呢在这个活动啊，然后呢或是呢鼓吹冲撞啊等等哈。那所以呢这个报名要通过他们群组里面1年以上的这个群友，他之前还不行，那不要截图，不要转发啊。然后呢，这个报名这个的这个给夸 boss 一个报名给一个夸姐也可以，或是你私讯要上传你的身份证来确定你不是国民党来冒充的哈。那所以呢，为什么上传身份证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国民党冒充？不管嘛，他们所以说他们是不是有情治单位在帮他们不知道了啊，反正呢就是说至少要证明你是的确嘛哈。那所以呢说这是有人截图青鸟内部的群组传出来的，也不知道真的假。现在你都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了哈。那所以呢，林涛就说民进党跟共产党有什么不同啊？那国民党呢说要号召万人上街要严防反串啊。那台中说呢，已经调不到游览车了，因为呢已经叫了65辆游览车，2000人，台中人很热心，要北上来示威，来抗暴反独裁。我看一下，我想4月26号，有人说他是谁的主场？我说是人民的主场。在朱立伦邀约下，黄国昌点头，426会一同上凯道。蓝营以下全党动员令，要各县市民代都站出来。民众党则强调23号会开会定调，但大方向就是111定勾以蓝白合作的形式。最起码我们在发动111定勾机的时候，国民党确实也有不少的立法委员。4月26号。也是这样，我会参加。我们的支持者参加的几率算蛮高的。只是有网友在征才网站上发现，有公关公司在应征426凯道活动人员，1小时时薪200元，还规定 dress code 要穿黑色，不可以露肚子。质疑国民党是不是花钱请志工？对此，蓝营强调了，并没有招募活动人员，这也不是他们所委托的厂商。2个时间点，一个到晚上11点，也不合理。这动员不是由党中央发起的，网络上广传的这个好像在招募，我们讲到志工或是他的工读生，他穿黑色，一定会超乎预期，而且一定会比419还多。但蓝白合再上演，民进党团就算根本两党都在算计，维持表面合作，因为国民党怕罢免，民众党要保权力。去年的4月26，就是傅昆萁在会期中带着16位立委去觐见了王沪宁，国民党、民众党要一起站上街头，是为你们拥抱中国、拥抱426西阿拉嘎的周年纪念吗？民进党更直接替活动扣红帽。好吧，到底这个活动到底怎样？元之是我觉得应该是还算蛮热烈的。你动员多少人？我动员大概
80个左右，但是因为现在都是没有。我80个是说有车子的啦，其他的话就主动的叫他们坐捷运去的很多啦，对对。其实我们各地就是都还蛮踊跃的，而且主动会问。像我最近在那个基层跑的时候，真的帮我们喊加油的变比较多，而且主动讲到426的也是蛮多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被民进党气出来的，因为这段时间他们真的太夸张了啦，像那个司法的部分。到今天还说要去压那个黄旅主委，今天会知道，那人家那个法官在五保请回的时候讲得那么清楚了嘛，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跟黄旅有关，没有证据说他有关，管你的，先声押你再讲，给他折腾了2天呐，可以这样子搞哦。现在又写了15页抗告书，对，好像还要继续抗告，非要压他不可。然后再来就然后政府这样乱搞，每天只是想要搞罢免，国家真正要做的事情都不做。所以其实426是一个大家站出来，就是对赖清德发出怒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然后昨天那个蓝白的那个主席峰会，民进党居然可以让国众2党结合在一起，也是很不容易的。大家还可以对结合，为什么？因为这太烂了，所以在野党要团结。就他们不检讨哦，都完全不检讨。然后不是国众本来就没有什么矛盾啊，我的意思是说，可以这么快的还可以办这样的一个峰会，就是说。不检讨，然后还可以就是在酸言酸语。我看昨天民进党的人在那边讲说什么，哎呀，2个主席谈一个寂寞啊，不然呢要让你觉得怎样很不寂寞吗？就是那种酸言酸语。然后我觉得吴思瑶是最低级的，真的很低级。他说426就是谐音叫死大陆仔西亚罗啊，哈426，所以国众2党。国民党选择这一天上街头就是亲共，你看他逻辑有多低级。那我现在呼吁所有426。这一天生日的啊，然后结婚纪念日的，或者是跟你的初恋是这一天在一起的，有任何纪念意义是在4月26号打电话给吴思瑶，问他426有什么问题，而且我还上网查了，时代力量的主席王婉玉就是4月26号生日的，你能够接受吴思瑶说你是在西罗亚的这一天出生的吗？那是你的母难日，然后就被污名化成这样，大家可以接受吗？所以我在这个。不思检讨的民进党，我觉得大家不要给他看笑话。我们那一天不管刮风下雨，越能够展现我们的热忱，大家一定要走出来。那我跟民众党我们没有问题，我刚刚只是意思是说，这意思是说这个越来越紧密。从那个我们第一届在立法院上个会期，那个时候大家还在想说啊，召委要让不让？结果1年下来越来越紧密。接下来就群众的结合，希望民进党可以检讨了，不要一直算在野党。我们在地方跑，那个真的大家对426是充满了热情啊。像我在高雄，我们本来想说，我们高雄很多的乡亲都说要15辆游览车，好，我们就来负责15辆游览车。就现在游览车回报说，我们现在已经有45辆登记满额了，45辆。然后下雨，如果是下雨，但是我呼吁，即使下雨，我们要风雨无阻，真的要展现我们的决心，因为大家已经闷太久，真的要站出来。准备雨衣吧。没错，像我自己我这个地方上很多群组也是哦，当然就是说，我们当然党部也有发动一些字卡给大家，大家就很踊跃在那边联署说，就这个接龙说我要去哦，所以而且还有这些游览车已经坐不满了，有时候没关系，我自己坐捷运到那个凯道上去就好了哦，所以因为淡水过去也算近嘛，所以大家。对于这个4月26号站出来，对于整个国家司法迫害在野党这样的一个行径，真的是看不下去。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借由这个机会，把在野党的力量凝固的更团结在一起哦。那我觉得没关系，你就继续不法不公也没关系。包含这个假讯息，你看刚刚赵大哥提到，难怪台湾诈骗这么多，假讯息这么多，反串这么多，原来都是他们自导自演出来的，带头了。对啊，带头。这个我必须要讲哦。就是说，那一天2个主席的这个峰会，我发了一个脸书，我写说，是赖清德亲手斗出了必须团结的在野党。好，4月26号，国民党这属于一场人民的活动，朱立伦定调的。我相信蓝白之间的很多的公职都会出席。那一场峰会有2个重点，在我的看法里面，第一个重点，针对关税的部分，这个黄国昌主席抛出了议题，应该成立一个平台。邀请所有的不管是蓝营县市首长，甚至绿营的首长也可以加入这个平台，来写一份民间的冲击评估报告。执政党不要负责任，在野党来负这个责任。第二个就是当天我们会出席426的这场活动。那至于说
这个不管是那天的峰会，民进党所有的侧翼开始嘲笑，执政党只剩下嘲笑的份。那到426这场活动也是一样，我必须要讲，过去半年民众党几乎在街头上，所以我敢讲，我们应该算有经验的，非常多的反串。我也看到上面很多人讲说什么要带5星旗啦，然后去现场怎么样反串，这不愧就是共匪渗透的党，连别人的活动又要发挥他们最大的专长，再去渗透别人。所以我觉得在活动现场有看到这些旗帜或者是这些标语，这很明显就是民进党反串，他们只剩下这个。而且我最后补充一点，吴思瑶讲426西亚拉，身为一个执政党的立委，这是最愚蠢的事情。你们定调对岸是境外敌对势力，针对中共没有问题，你把他的人民当作仇人，你这不是还有更愚蠢的执政党吗？他心里就这样想的。你们到时候应该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凡是呢穿的什么5星旗、带5星旗，都把它集中在那个区域，那叫国安局好好调查。真的这样啊？那就是我事先放去告诉你们，这些人请集中在这个地方然后到时候呢，请国安局好好调查这些人是不是匪谍到底怎么回事？休息一下再回来。因为检察官被讲说办蓝不办绿了所以他们讲说像基隆100多个人这么都有问题等人不办了后来呢他们也办了但是呢早上6点多就去传人家，那人家问那么早干嘛呢？不是扰民吗？对不对？那郑明谦法务部长说是为了符合基隆人的生活习惯。基隆人生活习惯就是早上6点嘛，问高嘉瑜，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嘛。林佩尔说你们未免太浪漫，基隆人嘛，未免太浪漫了吧基隆人哪有这样子呢那另外呢，黄国昌也说内政部长违法，怎么可以自己下令去要警察这个传人呢？法务部长说我不清楚，内政部长，我是法务部长，我管不到内政部的事情那另外呢，这个谢龙介说等你来抓我好了刘世芳就说我昨天讲过了今天不回答你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团为什么去围北检的时候呢？警察为什么这样执法？警政署说是北市警察处理，并不是什么我们精心设计，都交给北市警察局，跟我们内政部无关，跟我们警政署无关等等那警政署长说我们是滚动检讨的那就问他说为什么当时青鸟到立法院呢去勒这个立法院的驻卫警都没事呢？那警政署长说因为没有首谋我们要抓首谋所以有立委鼓励他们冲去这个，他们说没有首谋分子现在没有首谋，我们抓谁呢？集邮法只有这个罚首谋分子我们看一下。警察机关已经函送到地检署伊即马甲讲的了，伊这个叫我过去说明。我想重这一问句，绝对不是因为内政部长讲什么话，这不是政治概念，无什么叫政治概念。不满内政部指挥办案，作为案件当事人的谢龙介质问郑明谦，法务部虽然反驳，再也依旧不买单。内政部部长是司法检察官吗？他这样指挥警察办案适合吗？可以这样干吗？这个是不是指挥检察办案？这个我不清楚。依据不清楚，让在野更怒。立法院邀集法务部中选会等报告讨论选务人员应该恪守行政中立，就是因为大罢免涉及不实连署。蓝营批评半蓝半绿程度差太多，何况现在自家人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如才被五保请回，但检方再提抗告。检察机关接到中选会的高案件都会立案来侦办，那这部分就是有温必查，有据必办重申没有蓝绿之分。对着哪家的袂讲办哪较出力，办的较无出力，敢会安呢？袂。但不止在野，民进党也质疑办案程序，因为基隆地检侦办罢免林佩祥团体连署涉嫌伪造案，清晨6点就到连署人住处按门铃 ，IP 扰民。只是考虑到基隆的特殊性，因为基隆的民众绝大部分都在外地的一个工作，那个早上6点半，那已经都大家就准备要上班的时间了嘛部长，你真的确定听不太下去，真的。部长解惑，原来办案程序会有地区差异。好吧，基隆人高嘉瑜。我觉得郑明谦这个说法其实真的是很失言啦，因为基隆人真的很辛苦，确实是要通勤，但是不是因为这个理由，你就可以清晨6点冲到人家家里去按电铃送传票？那你想想看，对当事人来讲，那是多大的这个惊吓？那这辈子可能都不敢去联署或者是可能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啦。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手法真的太粗糙，因为你传票送达的方式非常的多你也可以给同居的人帮忙签收，或者是
式留置等等，公示送来很多方式，万不得已才要轻送，就算轻送，也不是在清晨6点去人家家里按门铃，很多人都还在睡觉，睡梦中你去给人家按电铃，你看多可怕！一开门就看到检调，你想想看那个心情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检调的办案是不分蓝绿，如果今天办的是这个蓝的话，那就更掀起轩然大波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检调这样子的办案手法不分蓝绿，但是这过程中所引起的争议，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办了一大堆蓝的，现在只办一个绿的了，好吧？我们看蒋万安怎么说。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中午的时候到议会来跟民进党团说明重大法案，但当中是起了冲突，原因就是因为在谈到4月17号国民党在北检前集会，蒋万安有参与，但他今天强调是否违法不是他以及议员甚至是内政部长说的算，没想到就让民进党的议员相当不满。今天总召说我们是来做，在这边狡辩干什么啊？我们在说重大法议案呢。那回归重大法议案，我们愿意说明，不是你说了算，不是谁说了算，法律说了算。今天你们党团要提什么政治议题？抱歉，不是我们来的目的，也不是党团邀请我们的目的。那你就回答重大法我们就有事就好了嘛。那你议员为什么要提？那我们讲我们的嘛，你讲你的嘛。你们要我回应啊，总召。议员王敏生不满说，蒋万安提到中央说了算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直接拍桌怒呛。那么现场其实包括其他民进党议员都对蒋万安的说法其实是不以为然的。但是呢，蒋万安也重申了，其实在当天晚上6点左右的时候，包含这个警察局长李希和就打电话给他，那么他也强调，他跟局长说一切都要依法行政。来，世轩，这个有没有？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2套标准。当年民进党有没有包围过北检？有嘛？是谁？柯建铭啊，他率众带着立委去包围北检啊。当时候为什么没有这些事情？今天不管是蒋万安或者是桃园市长任何的公职出席，大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大家为了不公不义、司法的问题站上街头。你刘世芳对啊讲的没有错啊，他凭什么可以指挥这样子说？他要传朱立伦，然后传谢龙介，还有另外一个我忘记是谁了，杨志宇，国民党的发言人，怎么会是用这样的方式？我跟你讲，最不称职的这一届我个人看法仇值最高就刘世芳，你该扮演内政部长的是不扮演？然后整天下乡带头造谣，他可能是所有的失言，台湾国内政部长，所以他可以这样子办案。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讲这些传票，包含给国民党朱立伦也是一样。坦白讲，我这一段我是蛮认同这个亮哥讲的，他根本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的。我觉得现在在野党就要拿出本事，我就是站上街头怎么样？当年你民进党也是这样子干的，你就来传我吧，我就不到案，你能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种态度要拿出来。谢龙就是你来抓我好了，没有错啊。我觉得，尤其朱立伦主席他这种态度就可以拿出来。你传好像是3次嘛，对不对？你就看他敢对你怎么样嘛。当年的民进党是站在街头上捍卫的，现在在野党一点也不用怕，我们也一样办理。慧姐，就我觉得说这一次的这个事件，不管是刚刚赵大哥提的非常有道理，我觉得他现在是9分半蓝1分半绿。还办了一个说他办案不分蓝绿，但是呢，我们都很清楚，他对于办蓝的这个条件要求资格是什么，比办绿的严苛的很多啊。有了办绿可能就是早上6点去按人家门铃，还去搜索，还去搜索。对，那我们呢？然后呢，疲劳轰炸，然后呢，罗织罪名，交叉诘问，一直要逼你，然后呢，这个引导式的这个讯问，据我的了解，好像都是往这个方向去走。那这个方式就会让我们觉得说，整个国家的一个司法机器已经动到说真的，在野党，刚刚我也认同刚刚世轩议员所提到的，他一路以来就开始在测试整个在野党的底线，从柯文哲一路到现在，从台南市党部、新北市党部到台北市党部，甚至可能本来说好像昨天要去中央党部，后来又说没有了。这个整个国家机器居然可以对在野党穷追猛打到这种地步，而且动用整个司法机关的机器所以我就说，我们还是应该回过头来，今天为什么426我们要走上街头？整个执政党的所作所为，说真的，我们还是再次强调，一个40%不到的这个少数政府，对于多数民意是这样的来做这样的一种监控凌迟，然后用大罢免来钳制多数党的这样的一个发言权，然后让我们呢为这个绑手绑脚的，然后来遂行他自己的这个大内宣，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台湾的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正常现象吗？说真的，我们真的非常的痛心，台湾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所以我们说真的，我们4月20号一定要站出来，把人民的心声怒吼讲出来。说真的，很多民众跟我说，他们看厌倦了这个大罢免的情势。昨天还有民众跑进来我的办公室说，那个他们那个罢团啊，摆摊已经摆到这个公托的门口，然后跟他讲说，请他离开，还把他骂说自己的国家都已经怎样，还不这样，连对家长都这样子，然后打电话去问，还说他合法介入权。哇，我说真的，这整个国家社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对立撕裂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奉劝执政党跟民进党政府，过去8年小英政府过去了，现在赖总统你是少数政府，应该要好好的尊重在野党的声音，多数党的声音吧。赖清德嘴巴讲要团结，就干的事情都是分裂嘛。就看这个，你看就国民党跟民众党呢，到现在还看不清民进党，特别是赖清德政府他们的本质吗？就说今天呢，他们没有在当国家的部长啊，他们没有在当全民的部长啊，他们在当的只是民进党政府的部长而已，他们在当的只是党官而已啊。所以说，我们看到郭智辉呢嬉皮笑脸的胡说八道，然后郑明谦呢跟内政部跟那个教育部长，还有这个内政部长，他们是一本正经的在传播邪说或者是胡说八道，他们心安理得啊，是你们这些人没有看清楚情况吧？而且呢，更严重的在于是说，对于他们这样子的部长呢，还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像这个吴钊燮，国安会秘书长，他们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他的身边的人是共谍，到目前为止说不来立法院就不来立法院，然后呢，他到现在为止还继续坐在那个位置上面。有人能够拿他任何的办法吗？一点办法都没有。倒是我觉得蒋万安呢，他这一段时间以来，真的是醒过来了哈。以他刚刚开始当这个台北市长的时候，对于一些太政治性的斗争的问题的时候，他其实不会这样子正面去应对的。可是他最近呢，不管是在议会的询答，或者是说刚才在跟那个开党团会议的时候，民进党团对，跟民进党团去拜会的时候，还有就是在提出倒阁的时候，他越来越清楚的知道，今天你当一个首都市长，然后当一个国民党的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你不可能不涉入政治，而且对抗像民进党这样子的政党的时候呢，你只有用一种很高度的这个政治性来跟他进行这种正面的对抗，你才可能在任何的场域上面得到进分、得分，并且往下一步前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啊。好，陈水扁啊，这个很多人讨厌他啊，就保外就医乱七八糟啪照，还乱讲话啊。但是呢，陈水扁最近呢就说赖清德心胸要大一点，包容性要大一点哦，不能这样老是想要斗争在野党啊。那而且呢，他就被绿营出征了，说你还讲什么？关回去好了哦，你还在外面讲，你现在是保外就医，你还讲什么话哦？等等哈。所以呢，他在脸书上，过去阿扁被国民党迫害，现在阿扁被绿营出征，阿扁不知道京戏是何戏哦。好，那而且呢，他之前也说不能说意见不同就是中共同路人呐哦，结果呢，脸书就出征他，就是中共同路人，你都快变成中共同路人了，林左水就是，你还不是吗？啊，的意思是这样啊。那另外呢，这个尤云龙说，因为他刺中了青鸟的玻璃心。青鸟心就本来很脆弱，有没有讲这个呢？讲的不是把他们玻璃心都刺破了吗？哦，所以呢，陈玉珍也很有趣。到现在中共同路人比路人还多，通通是同路人。是啊，对不对？你今天赖清德只有4成人投他，6成人没投他，那这6成人是不是都是中共同路人呢？哦，都跟我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哦，那王世坚说，这个。你们不应该去争阿扁，很多民众都认同阿扁的讲法，只是说没有说而已。哦，好了，你王世坚小心，你也快了哦。另外呢，这个说呢，绿色的回力标，阿扁会不会像赖清德的网军求饶？我觉得不会。阿扁大风大浪走来，怎么还跟你求什么饶？什么好求饶的？那刘世芳就说呢，民众党呢是吃台湾米做中国鬼，哦，所以呢，这个。林国成委员就很气，说做中国鬼，对不对？你是什么鬼啊？什么鬼？好，我们看一下。
我也请问刘部长，3月29号你在下乡演讲的时候，你为什么指责台湾民众党假台湾蜜，变形中国鬼？我这是以这个个人的身份到，你不要跟我讲个人的身份。可是你为什么要指名道姓台湾民众党呢？你讲台湾民众党假台湾蜜是中国鬼，这基本上这是一个耻辱，是一个政党的主管机关应该这样讲吗？是应该这样吗？所以照这种规则，我告诉你，就应该要下台。来，志轩。身为一个内政部长，讲出这样的言论哦，不管是在下乡的场合，或者是在国会殿堂，都是非常非常的失格。我无法想象我们的这个第一部的部长竟然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大家去反思，到底谁是谁吃台湾米做中国鬼？共谍到底在谁家啊？在你民进党家。你怎么那时候你不出来讲个话？现在刘世芳已经变成斗争在野党的第一头号杀手。真的，你去看。郭世辉这种只是打打嘴炮、耍耍嘴皮子，有时候还挺搞笑的。什么对不对？台积电董事长比我聪明，当然比你聪明。可是刘世芳这种是讨人厌，而且过分失格，非常不应该。内政部长如果可以在宣讲讲说什么台湾国怎么样了，开玩笑，这是何等大事啊！当年讲台湾国会变什么样子，结果隔天在立法院马上怂掉，说我说的是中华民国啊，我说的中华民国有问题吗？记不记得第2天的受访就是如此嘛？如果你有那个胆识，你就讲出来。不要隔天了，然后他可能在宣讲气氛到了，感觉对了，他就把他真实的想法喷出来。隔天知道逮鸡大掉了。不同场合讲不同话。对，马上做修正调整。所以那天林淑芬在呛黄国昌说倒戈的事情，那3个非常不雅的字一模一样，原封不动的送给刘世芳。我个人觉得这整个台湾的社会的对立真的是对这些所谓的行政官员要负非常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言行就不断的被大大的放送，而且重点是。你假台湾毕业这中国鬼我告诉你，我们觉得他很失格，在青鸟群当中，大家给他鼓掌、拍手。林淑芬讲了那么多，我们都不敢讲的话语，从一个女性的嘴里面讲出来，也在他们这个 thread 上面流传，也是变一个战斗女英雄。这就是，所以当他们在同温层当中，他们就觉得他们是全世界，所以那个声音会越来越大，然后大家越来越模仿。我说像柯建铭也不像是我第9任当立委的时候的柯建铭，刘世芳，我说实在，他以前是一个能干、执行性的人，可是他这一次出来，任何的事情你跟他讨论，他完全像斗鸡一样，然后那个用法、那个用词，即使在质询台上，就完全是跟他在那个我们的下乡去大造势讲的话，完全是一样的。没得给你惊啦。所以说我真的完全同意他们现在把在野党人家当成佩拉姐，还是当成俗辣，不知道。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因为就是整个的内阁好像要走这样的风潮，才有办法在青鸟的族群当中获得非常大的一个赞赏。我觉得青鸟这个族群，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台湾社会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伤心的事情。我们只要任何人被他框上中共头目的这个人，我去拜访的一些很多的糕饼店或者是洗头店，马上会被青鸟出征。你为什么为了那200块钱的洗头，你要怎么样？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我觉得台湾的社会真的。看看我们的阿扁好不好？阿扁啦，真的是这个时候呢，他的智慧发挥出来。不过讲了一句什么东西，然后呢，我觉得尤玉龙说有道理你刺中新鸟的玻璃心，你刺中他的玻璃心，他才会这么大的一个反弹。所以你看，台湾社会已经容不下任何的一个声音，然后呢，不断的不是只有声音不行，还要透过行动，然后让大家每个人觉得我到底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中。然后这些行政官员又讲这样子的话，我真的觉得真的目前为止台湾的整个氛围，让人家真的是心情很沉重真的是心情很悲哀林子，其实刘世芳讲说民众党是吃台湾米做中国鬼，其实他后面还接了一句话啦，他说台湾不需要这种政党啦，他说民众党就是跟着国民党乱删预算你作为一个内政部长是掌管政党的嘞，结果台湾不需要国民党，也不需要民众党，要么就剩民进党，所以他现在就是要台湾变成民进党一党独大，只剩下一种声音。而且他非常失格的就是他另外还有讲一句话，他说赖清德是台湾国的主人。天哪！我以为主权在民，人民才是国家主人呢。现在赖清德是主人，那你刘世芳你就筹安会的，你现在是要赖清德当清德宗所以他们现在心中都完全没有人民他们现在心中只有民进党，而且皇帝就是赖清德。
现在就一步一步在侵蚀我们的民主。那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就鼓励青鸟当红卫兵啊，当以前的义和团啊，只要任何人的讲话跟清德宗不一样，或者是民进党不一样，就出征你嘛，不要说陈水扁被出征了啦。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很心痛的，一个台大老师，因为看到一只青鸟跑到台大去，问他说：“你不要在这里搞罢免。”结果那个青鸟反客为主，去骂那个老师说：“你谁啊？”他说：“我老师。”老师又怎么样？你滚出台湾啊！我这现在青鸟是这样子他只要我罢免，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呢，譬如像之前路易莎叫青鸟不要在这边搞罢免，那我叫我们青鸟都不要来你这里消费，然后出征路易莎。路易莎只是要做一个生意而已。在校园里面这样子搞，然后在各处这样搞，所以这些全部都是民进党召唤出来的啊。所以台湾为什么现在大家讲说已经越来越不民主了，好只能容许一种声音，让大家不敢讲话，这个就是民进党他想要的。好吧，民进党中常会去播了一个大罢免的催票的这个联署片，第二支叫做勇敢挺身为台湾留名。赖清德看完说赞，非常好就是要这样干所以民进党是说这是什么人民团体、民间团体，怎么回事呢？当然不是嘛。那就，其实今天看到陈水扁这样讲我非常的感慨了哈。一方面呢，陈水扁呢，现在呢卸任了卸任很长的时间了，然后呢，装着一副呢，哇，现在不得了，他现在是俨然是公斗背然后讲出一些呢是很符合道理的话然后被这样青鸟这个出征，我觉得这就是民进党呢长期下来，这个对于陈水扁来说，这就是他自食恶果。从谁开始挑起这种族群争议的，就是陈水扁呐，就是他们这群人呐，什么贵宾狗啊、土狗啊。陈水扁呢当了总统之后，大家都忘了吗？他之前的时候呢，他讲什么？他说你嫌台湾不好是不是？中国那么好，太平洋又没加盖你怎么不游过去？都是他们这群人喊出来的只是在现在这种网络时代里面，然后大家的同温层的那种仇恨值的加强强度呢，扩散的非常的快。可是这就是向来就是民进党一贯的手法。我只是觉得陈水扁他活该了他自己呢也是遭到了回力镖加遭到了呛。现在的青鸟的如何来对你？你就可以知道呢，当初被你打的那些人，他们还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来回呛你呢。他们还自己会觉得，就是说，我是不是有一些像，特别是有一些外省人有一些那种原罪感，就觉得说，我是不是真的是好像不够不够对得起台湾人，然后我真的是没有把这块土地呢当做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外省人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原罪感，然后呢，陈水扁他们呢就在这个方面呢去加成的去分化台湾的这个族群，然后现在对于民进党来讲，他就把陆配呢也加到这一群人里面来，然后这一群呢不读书呢没知识没常识，然后又缺乏历史观，然后只会把参与这样的活动，不管是青鸟的活动什么样的抗议的活动，当作是一种掀起这种族群仇恨和对立的自以为是那种国族之间的对立的狂欢派对的这群没水准的这个青鸟们，拿来当作是一个操作的奉为圭臬的一种手段。所以说这个就对于民进党自己来讲就是啦，我是还蛮怀念刚才这个赵先一讲说阿扁怎么样的时候呢，就想到他们当初那个时段。可是今天会有这样的下场，自食恶果。另外就是说了其实谁在搞审计，当然是党外民进党嘛。外省人是少数，他怎么去搞审计呢？但是注意一点当他们搞审计后，你还不能讲，你们这还好痛你为什么搞审计？你整个看就他搞了以后呢，打你，你还不能叫痛，叫痛就是说你在搞。休息再回来。好，台南市有动作前议长郭信良被约谈然后呢，好像今天用30万交保，说因为他呢为了这个护航光电的这个场域收贿那有没有他到底有没有涉绿能弊案他被30万交保那另外呢，他的这个有大地主这个钟家村等等也是这个三地建设三地报这个争议了叫做三地集团
在台南市有8个案子哦，然后呢，有6个还在设置当中啊，光电厂哈，所以呢被卷入余电共生这个案子哈。谢龙介就说了哈，这都是跟政治有关的哦，政治介入初选哦，这个司法介入政治，政治介入初选。他说呢，谢龙介说，民调只要赢林俊宪的都很危险。哦，是谁？陈亭妃。哦，陈亭妃在台南民调不错嘛，哈、哦。那所以呢，国民党议员就说呢，可能剑指陈亭妃哦，因为说呢，这个郭信良跟陈亭妃交情不错哦。那陈亭妃民调太强，所以呢，郭信良是他的这个战友，所以就被波及了哦，把你们抓起来，看你们怕不怕。那赖清德说不分党派哦，绝不宽待哦，等等哈。那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谢谢大家辛苦了，我们只是来配合调查而已。神色略显疲态，被列为贪污治罪条例被告的3D集团董事长钟家村凌晨交保，走出桥头地检署。案件什么关系吗？我无关系，我是证人。其中被以证人身份传唤的，除了台南市前议长郭信良助理以外，还有议员李伟巨，讯后都匆匆离去。至于郭信良本人，则跟一般的民众不同，从地下室搭着自己的座车快闪离开。根据了解，检调日前侦办郭信良的市地重划案，从通联记录中意外发现他疑似护航台南七股的余电共生开发案，向当时的经发局与农业局承办官员施压，要求协助顺利取得合格证照。检调查出，原来余电共生案场是3D集团旗下的3D能源所有，因此怀疑3D集团开发获取利益后，郭信良透过中间人收取不当利益，涉嫌贪污。就连3D集团董事长钟家村都可能涉嫌其中。我本人将来无用我的职务来收取到任何一角银，相关的证据呢，我嘛还阁拢提供给法院，而且也阁有证明我无在场的证明，我感觉非常的遗憾，我绝对来上诉，捍卫着我的清白。才因为市地重划案被重判13年的郭信良，去年才说一定会捍卫清白，如今又被列为光电案被告。桥头地检署也证实，22日曾经前往3D能源、议员办公室等15处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警方宣用预知郭信良30万交保后传。至于3D集团董事长钟家村以及一名牵涉其中的诸型营造业者，也以20万元拒保。赖清德雄感觉伊借机利用检察官打压异己。铲除异党。除了国民党议员以外，也有不少地方人士怀疑是为了打压参选台南市长的陈亭妃，才会跨区侦办郭信良。桥头地检署则说，专案小组本于勿枉勿纵原则，持续积极侦办相关不法案件。来，嘉宇。国民党不是一直说要抓这些光电蟑螂吗？不是说这些什么绿能蟑螂在草地，然后这个假借种电的名义，然后在后面乱搞。那现在检调在办啦，而且是认真在办。那国民党又说这个是政治追杀，那到底是要办还是不要办？真的办了，你又有另外一种说法。所以我是觉得说，检调你要办，你就好好的办，而且要办个水落石出，把真正的问题办出来，不要让人家有画饼在后面做文章。尤其是台南到这个屏东沿路这些中南部的所谓的光电问题、草地问题，一次的好好整理。我想这也是赖清德总统上任以来一直深恶痛绝的部分，就是对于这些从初选到现在这些假借着这些政党的名义在后面跟政治人物，然后彼此私相授受，然后做这些草地利益交换的事情，一次都应该要把它清除干净。那我觉得现在的检调人员真的很辛苦，因为从北到南不断的在办案，不管是什么案，大大小小都在办。我是觉得说，这一年之间可以看到检调人员的办案的负荷量，远比过去的8年多，非常的多。这很好，就是说到底司法有没有介入政治，政治有没有介入初选，跟台南大政治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敏感啊，因为当宁代化发生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就提醒这个陈亭妃啊，特别是你们那个郭信良的案子随时会被翻出来嘛。然后你看，果然我不同意嘉瑜刚刚所提到的，我们没有说检调不能办这个案，特别我们知道台南的光电、绿电这个部分本来就一次把它弄清楚，所以昨天当他这个郭信良以前已经有案在身，在这个此时此刻选
举的时候，你又把它翻出来，然后呢，最重要是他30万交保，他所涉及的这些利益可不是这个30万就可以有办法交保的，连一个那个四君子，我们的年轻人都50万，他才30万，他比一个赖以任都还不如，对不对？那你这个东西给人家难免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动作，但你这个动作里面跟你所掌有的这个证据到底有多少？很显然，在这一次昨天交保之后看不出来，所以是不是难免会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不是好像有一个要引发一件事情，让你有寒蝉效应？然后呢，郭信良跟陈亭妃之间的友好关系，在这次选战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每个人都很清楚嘛。所以你这个时候办他，难免会让人家想到，是不是跟陈亭妃的民调现在目前是赢过林俊宪10几%嘛？那每个人他看林俊宪也是老心仔仔，那你去问台南人，台南人说你安娜高喜准好的变过来啊？你看，那所以说你看这整个剧本不就是如大家所想象的部分？所以我说，并没有说不能办这个台南的光电跟绿电，一定要好好办。只是你昨天这个动作，到时候这些你们说的模，好不好？不管是主模或是群模，30万、20万交保，你到底要办什么啊？他办的就是办警告啊！我觉得台南地检署很值得好好来研究一下啊，怎么配合度这么高啊？两个法律系的硕博士论文可以写研究台南地检署的这个种种行为，发生事情他们就给你搬出真的是配合度太高了哦！就是说从而且郭信良的这个事情，就他几乎就是随着民进党内部的这个初选的那个情势，还有他们选这个议长的那个情势，一会儿松一会儿紧，一会儿给你警告一下，一会儿又怎么样哈？所以我觉得台南地检署太高，而且最近不就是刚刚又去搜索，又去搜索了台南市党部嘛，而且还把那个副主委给收押了哈，就说一切的已经收押快1个月了。就是啊，就说一切的节奏呢都那么符合。前阵好像就前天去搜索执行长了什么，又去搞了。我觉得这个太厉害，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怎么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说政治没有介入司法呢？特别是哈。就是像高嘉瑜刚才讲的，因为你牵涉到台南那个地方，卷入到绿电、光电的那么多，那为什么只办这个郭信良？而且呢，像郭信良这一类的人呢，他本来就是介于黑呀、白呀，就是色彩就是灰啦哈，就是那样子的一个人物啊。照道理说，他们都有很多办他们的理由啦哈，要怎么办，要怎么抓，要怎么弄都可以啊。你那个签到的一整个的那个粽子头这样抓起来的话，那里面盘根错节是臭不可闻的。但为什么只针对他？那其他的人呢？郭信良上次当议长就因为靠着国民党的议员嘛，所以呢，我到台南市帮那些议员站台的时候呢，他每次都去，国民党议员他也去，而且台南那么热哈。他都穿西装打领带，人家很绅士啊，很绅士。我觉得台南已经热成那个样子啊，他还这样穿哈。每个议员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选议长，他们支持我，所以我帮他们站台，就这样讲啊。来源自那个谢龙介讲说，反正民调赢林俊宪的都很危险，其实不止陈亭妃，还包括他自己啦。所以谢龙介现在也有被针对。那我在立法院看呢，我发现郭国文常常针对谢龙介，很奇怪。像他是主委，他是民进党主委。民进主委就是谢龙介，其实他的位置是在我们议场的右前方啊，郭国文是在左后方。但是每一次只要讲到什么议题，就只要跟台南有关的，他就会从左后方冲到右前方去找谢龙介单挑的样子。但是谢龙介说好来单挑，然后他又不单挑，就很奇怪，就是一直挑衅啊哈。所以地方一直有一个传言说，是不是林俊宪民调不行，要换郭国文？但有这个声音出来，不过谢龙介是说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啦。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你看。谢龙介就有被针对啦，首谋嘛，首谋之一嘛。我觉得内政部长讲首谋这2个字真的很奇怪，首谋感觉是干着什么黑帮一样，还首谋嘛，就把他讲的好像很难听啦。所以就用黑帮办国民党啊，组织犯罪又首谋啦。国民党是黑帮就不会这么惨了，好不好？真的是。对，那司法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说他不要是办样子，因为像譬如说之前大家还记得那个钟文志嘛，不是弃保潜逃了吗？现在检察官去调查。当初藏匿他的人，那调查完之后又几万块都交保，感觉上好像大鱼跑掉了，那我就办一下旁边的人给大家看一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什么意义。来这个维健，我觉得这个政治介入司法介入初选哦，林岱樺讲的，我们都还犹言在耳，就是说这件事情呢，时机点真的是太过敏感。当然，我也不同意刚刚嘉义委员提到，就其实我们当然都要求要好好办这个光电绿电，而且重点是我们讲多久了？现在2025年
你赖清德也当过行政院长，也当过副总统，这些事情，包含你还当过台南市长，这些时间，你看刚刚大哥秀出来的，他的厂好像有8个在设置当中，几个已经在运作当中，你现在才办。所以我在第一个时间点，我觉得可能就像谢龙介讲的啊，这个只要谁民调赢谁，他就危险。但第二个一样，对我们来说，我们刚刚提到，你这个交保的金额跟办案的这个程度力道不一样嘛。赚这么多钱的人，你交保20万、30万，我们的罢免释军值都是30万以上的，你说这大家怎么会觉得会幸福呢？所以司法已经被民进党弄到大家对他的信任度极低，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非常可怕的地方。世轩，你们2个都是新北市议员，都是新北市议员，对。之所以大家会对于司法有这么多的想象，是因为我们都看到赖清德的对手一个一个的在政坛中消失。真的，大家回去想，不是如此吗？不管是党外或者是党内。